我姐作为 Top 1名校优秀毕业生登台演讲，我作为新东方大厨在台下为她背锅，她完潜规则，喜提退学，我逆袭打脸，或名校争抢，顶替我4年的人生，该还回来了。赵月瑶以优秀毕业生代表的身份站在演讲台上，学士服加身，女神光彩熠熠，看着那张和我神似的脸，我在台下勾唇冷笑，感谢母校的栽培，感谢我的导师，我将带着这份荣耀，躬耕勤勉，砥砺前行。下一秒，他身后的幕布被拉起，大荧幕上莫名开始播放视频，不堪入目的画面一览无余。老师，保研名额有我吗？电子屏幕里，谢顶的男人上半身穿戴整齐，下半身裤子褪到大腿根，晃着2个干瘪下垂的屁股蛋，大手肆无忌惮地在脱赵月瑶的吊带袜。瑶瑶表现那么好，以后我不仅是你的研究生导师，还会是你的博导。男人画的饼大的让女人直浪叫，赵月瑶对着话筒尖叫，通过大讲堂的音响传遍每一处角落，夹杂着刺耳的摩擦音。好事的同学回过神来，默默拿出手机拍视频，脸上是压不住的鄙夷。这么会玩潜规则，难怪年年评优都有他。平日里看着挺小白兔的艺人，背地里竟然这么骚！天哪，谢教授50好几了吧？老人味都有了，他是怎么下得了嘴的呀？要不说人家能喜提优秀毕业生称谓呢？他是该好好谢谢导师啊！我听着台下此起彼伏的八卦，句句暖我心窝，一时没忍住，在帽檐的遮挡下笑出声来。赵水碧，原来是你！糟糕，我得意忘形，被台上的赵月瑶尽收眼底。大家听我说，屏幕里的女人不是我，是赵水碧。她直呼我的大名，把脏水泼向我。她朝我旁边坐着的方梅使眼色，方梅眼疾手快，趁我不注意，一把摘下我的帽子。我的脸瞬间裸露在灯光下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是双胞胎吗？怎么长得这么像？双胞胎都考进我们大学了，这基因不错呀！不仅长得好，脑子还这么好使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她好像和视频里的女人更像耶，连发型都一模一样，这不巧了吗？为了偷拍视频，我特意留了和赵月瑶一样的黑长直。她为了演讲做了栗色大波浪，而我还是黑长直。不瞒大家，赵水碧是我的妹妹。哦豁，这下好了，赵月瑶要开始她真正的演讲了。她不爱学习，高考落榜后就去了新东方读专科。可她心眼小，看到我在大学过得多姿多彩，不甘心做一个籍籍无名的厨师，于是央求我想要进我们学校。可我只是一个学生，我都是寒窗苦读10余年才能跨进这所名校，我上哪有这通天的本事，把她带进我挚爱的母校啊！我劝她好好读书，高考加油，再试一次。可她不仅不学好，还勾引我的导师，用视频和照片威胁我的导师，给他开小灶、开后门。他走了狗屎运，还真自考成功，上了我们学校。谁知道他还不知收敛，继续胁迫导师让他跳级。试问，一个新东方烹饪学校的学生，除了利用潜规则，如何能在短短1年内成功自考上岸，还能跳级提前毕业呢？好家伙，这牙尖嘴利的，3言2语就妄想摘清他和教授的龌龊事，哐哐的锅全砸我脑袋上。我四下寻人，一无所获。想起我那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导师，根本不会浪费时间参加这种无聊的典礼，一时半会还真找不到能帮我说话的人。方梅暗戳戳地掐我的手臂内侧，那嫩生生的肉被拧得生疼，我疼得五官都皱在一起。这痛苦的嘴脸，在外人眼里就是对这番指控的默认。方梅声音低低的威胁我：“你赶紧上台认了，按照瑶瑶说的去做。你要是敢乱说话，耽误了瑶瑶，我让你爸1分钱都不给你。”方梅自然是站在赵月瑶一边的，毕竟他们才是亲母女。我紧闭双眼，用力深呼吸，准备上台。可这是全体毕业生的盛会，1年1度呢，又怎么因为1、2出闹剧戛然而止？
主持人是高冷大美女，一点也不关心无聊的八卦，继续 Q 流程。尊敬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在此欢聚时刻，我校有幸邀请到哈佛优秀硕士研究生燕前来我校交流学习。下面，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燕上台致辞，掌声欢迎！我睁开双眼，整理仪容仪表，在万众瞩目下登上了演讲台。大家好，我是赵水碧，也是贵校盛情邀请的哈佛优秀硕士研究生燕。我顿了顿，台下一片哗然。赵月瑶更是一副吃了屎的嘴脸，惊恐又嫌恶。很荣幸，我在这里敲响了哈佛的大门，又从哈佛回到了我的母校。刚才赵月瑶说的不对，我其实是连跳了2级，去年就考上了哈佛的硕士研究生。我当着全体师生的面拨通了哈佛名师的视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们师生相称，热情交流。天哪，他真的是燕！我知道他的学术研究在哈佛大杀四方，简直就是天才。他竟然能当那位老师的学生。听说他只收博士后，我考了3次都没过。谁说潜规则能跳级的？在我们学校，能跳级的只有真正的天才。在这座大礼堂里，聚集着全国顶尖人才。现在，他们个个向我投来崇拜和敬佩的眼光。我想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已经心知肚明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把话筒递还主持人。根据我校领导慎重决定，取消赵月瑶同学的评优以及保研资格，并针对此次事件，对赵月瑶同学处以留校察看的处分。赵月瑶疯了一般跑上演讲台，夺过主持人的话筒，破口大骂赵水碧他的人品有问题。他曾经霸凌同学，害得别人家破人亡。网上疯传着一个古早视频，视频里一头黄毛的小太妹身后站着一班古惑仔，身前是一个跪地求饶的娘炮。娘炮哭唧唧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妈妈是垃圾，我是小垃圾。标题是哈佛女大学生霸凌重伤新东方学生，家长状告无门，反被当街打断双腿。前半句，我承认我是视频里的女主角。后半句，不知是哪个无良媒体找来的一个收破烂被打断腿的视频，不管青红皂白，把罪责按在我头上。我的辩解被万千骂声湮灭，我被重重地打上了霸凌的标签。不出2日，追着我要给我当导师的教授们集体失声，嚷嚷着要当我粉丝的学生们拉着横幅要声讨我。校内网论坛上，那条置顶的帖子叫做"不要赵水碧脸，滚出 A 大"。我翻看了一页的评论，眼睛酸胀，张扬看不下去了。这些键盘侠也太会无中生有了，这都是过分解读。哎，我下体什么时候血流不止了？这明明就是一个红色塑料袋卡在我屁股下面了呀！他们瞎了吗？张扬就是视频里的男主角，那个被霸凌的同学，很奇怪吧？霸凌者和被霸凌者竟然共处一室，我笑了。他们确实瞎了。那些网上的评论就不说了，这校内贴吧里几千层楼，竟然没有一条指出真正的霸凌者是我身后站着的那一帮古惑仔。我身后站着校霸孟涛和他的追随者。更可笑的是，孟涛是我的前男友，不堪一击的初恋故事，回忆起来都是血腥味。距离高考还有98天，我妈出了车祸，到场毙命，装鸡汤的保温盒都被压扁了，她的脑浆活着血，涂抹着一大片水泥路。那条路她走了3年，风雨无阻。在那一天戛然而止，肇事者是一个陌生大叔。这场意外突如其来，我们只能认栽。1个月后，2个女人登堂入室。我爸介绍：阿瑶，这个是你的继母，你如果不习惯，可以叫她阿姨。他通知我，他又结婚了。他自以为尊重我，可以不用叫别的女人做妈妈。他开始介绍另一个，这是你的姐姐，她叫赵水碧，她和我长得真像，就连名字都是一对。碧落、琼瑶。第1天夜里，他就冲进我的卧室，宣示他的主权。我妈和爸爸才是一对，
是你妈乘人之危，花钱收买了爷爷奶奶。你妈妈横刀夺爱，你妈是小三。哦，我妈带着足以媲美一个服装工厂的豪华嫁妆，拯救了赵家的困境，被她说成了棒打鸳鸯，不许你污蔑我妈。我一把推开她，我妈妈尸骨未寒，我爸就另娶新妇。我本就心存歹念，出手毫不留情，没想到他比我更狠。他跌坐在地，勾唇一笑，然后猛地撞向桌角，额头如注的鲜血喷了出来。他用左眼血淋淋地瞪着我，可不急了啊！我大叫，把我爸和继母唤来了。母女二人三言两语，添上几行热泪，我就成了那个恶毒的妹妹。我爸对赵水碧的愧疚又增加了一分，他全程没问过我一句事情的经过，我对他的憎恨也增加了一分。我推开他，跑了出去。初春寒凉，我躲进了妈妈在工厂里设置的休息室，贪婪地吮吸着妈妈的味道，合着眼泪沉沉睡去。这个孩子绝不能留。我被方梅的声音吵醒，她在和一个陌生男人吵架。我趴在窗子上，目不转睛地偷窥。方梅，你他妈真是个婊子！老子现在落魄了，你连老子的儿子都不要，姓孟的。我现在是赵远望的老婆，当初可是你抛弃了我，狗娘养的！你够狠，给我10万块，否则我就把你那些龌龊事抖搂出去，让那绿头照把你扫地出门。你乱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过，那场车祸死掉的可是赵远望的原配，你敢说不是你导致的？我听墙角听得入迷，踢翻了墙边的玻璃瓶。谁在那里？窗子糊着报纸，也挡不住我和方梅四目相对。被发现后，我心惊肉跳，推开门就往家里跑。我安安跑到2楼卧室门，就被方梅追上了。她气喘吁吁：“小妮子真能跑啊你！”我也气喘吁吁，眼里满是恐惧。我怕她杀人灭口。你听到什么了？我闭口不答。她笑了，说出让我心凉的话：“你觉得你爸会信你，还是会更信我？”是啊，我没有证据，谁会听信一个10几岁丫头的话？瑶瑶，你和你阿姨在哪里干嘛？我爸陈六回来。我眼睁睁地看着方梅在我面前展示变脸，她先是邪恶一笑，然后低眉顺目，嘴上可怜兮兮地说：“瑶瑶，不要怪阿姨了好吗？”手上抓着我的肩，暗暗使劲。我吃痛惊呼，挥手隔开她，她顺势就摔下楼梯。我爸看着滚下楼的方梅，喝到嘴里的茶都吓得喷了出来。老婆，他嚷嚷着，到底没能拦住。方梅捂着小腹，痛苦出声：“老公，孩子，救救！”他晕了过去，我才回过神来。天哪，这么狗血的剧情竟然在我家上演了，怎么办？一般这个时候，被冤枉的女主角能用什么招应对啊？我左思右想，被赵月瑶一句话打入谷底，无法翻身。月瑶妹妹，你怎么可以把我妈推下楼？她肚子里还怀着爸爸的骨肉啊！方梅肚子里是一个已经成型的男婴，她说自己不想怀，故意瞒着，只是想给我爸一个惊喜。我知道这个时候我说什么，在爸爸眼里都是狡辩。我闭口不言，方梅却假惺惺地替我说话：“别怪月瑶，是我福薄，年纪大了，没能力保住儿子。”他轻飘飘一句儿子，勾起了我爸的怒火。我爸一巴掌打在我脸上，耳朵嗡嗡的，我差点被他打聋。我瞪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他，觉得他像个陌生人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脸上才传来火辣辣的疼。再后来，方梅提的要求，他全数答应。比如，我从小就有个服装设计师的梦，你就让我管管厂子吧。我妈的工厂成了她的囊中之物。再比如，水碧跟着我，受了很多苦，我不想她以后的日子重蹈我的覆辙，再过一遍我的人生。月瑶从小锦衣玉食的，还考了试状元，被大陆娶了。你看她们2姐妹那么像，不如让水碧做一回月瑶，让我们的女儿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吧。我爸是教育局领导，他使尽了浑身解数，把赵水碧变成了赵月瑶，而我高考状元，成了新东方烹饪学院的新生。在那里，我竟然遇见了暗恋了3年的孟涛。赵水碧，老子中意你，
他把我堵在教室门口，大胆表白。我的脸瞬间红得像猴屁股，这么纯情，你该不会是喜欢老子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喜欢孟涛的时候，他还没有那么痞，还不会满嘴老子和屎尿屁。我们是高中校友，我高一，他高三。那天晚自习放课，我被一伙小混混围住，进退无门，走过路过的学生像躲瘟疫一样四下散开，而孟涛却把书包砸向其中一人。他拨开人群朝我走来，把我护在身后。哪里来的小屁孩，敢欺负我们学校的学生？大哥，他是孟涛，知道我是谁，还不快滚！小混混踌躇几步，不甘心地走了。孟涛转过身来，我低着头不敢说话。小妹妹，以后晚自习别走小巷子，走人多的地方。我点点头，怎么像个鹌鹑似的？难怪他们盯上你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我跟在他的身后，亦步亦趋，心跳得太大声，不敢走得太近，怕他听到。可今天他双手插袋，俯下身来，目不转睛地和我对视。我避无可避，怎么像个鹌鹑似的？以后你就是老子的女朋友，懂了吗？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听得见心脏的砰砰声，可却鬼使神差似的点了点头。他要求我不许看书学习，还要逃课，在学校里要跟他同进同出。我看着他欺负弱小，和别的女人谈笑。你女朋友啊？啊，这种小趴菜有什么好玩的？甩了她跟姐，姐带你飞。那女人穿着吊带，一对爆乳呼之欲出。孟涛竟然不顾我的脸面，一头扎进那乳沟之间，猛吸一口气，发出闷笑。白嫖啊你！那女人继续和他谈笑。这一幕发生的太过自然，我目瞪口呆，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。孟涛，你怎么可以当着我的面和别的女人做这种事？什么别的女人？这是我姐，我吃奶补补身体不行啊。她的一系列行为让我很是下头，我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她。直到3天后，她让我打人，张扬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求我打他。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孟涛，为什么？他做错什么了？孟涛没有理我，而是一脚踹飞了张扬。张扬摔在地上，很快又爬了起来，还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继续求我打他。那他错在抱了我的女朋友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孟涛，他越来越不可理喻了。怎么，他把你抱爽了是吗？你舍不得打他了是吗？真他妈恶心，竟然当着我的面和别的男人卿卿我我。说完，他又一脚踹飞了张扬，张扬吐血了。我赶紧扶起他，我怕出人命，也怕孟涛担责。张扬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你不打我，他不会停手的，他会打死我的。”两难之下，我选择对张扬拳打脚踢。哼，被别人抱过的女人，老子才不要！以后离老子远点！我听话的打完了张扬，也被孟涛甩了。我蹲在地上，想不通是为什么。这时，一直在旁边拍视频的女人走了过来，她摘下帽子，露出和我神似的脸，调侃我：“你不会以为孟涛真的会喜欢你吧？”赵水碧，原来是他主导了这场闹剧。他好无聊啊，是大学生作业不够多吗？我擦了擦满脸的泪，扶起张扬，回到了宿舍楼。你不是赵水碧？张扬用的是肯定句。你怎么知道赵水碧打人不会这么轻？你认识他？当然了，他和孟涛是黑白双煞。我们一个初中，我经常被他欺负，娘炮杨就是他给我起的外号。我看着张扬，竟然生出一丝同病相怜的感触。我把我的遭遇跟他说了，他为我愤愤不平。走，我们去派出所报警。不行啊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比起找回被顶替的人生，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我知道你要参加高考，站在顶级学府，碾压真正的赵水碧，对不对？我倒是没这个打算。可是张扬的话点醒了我，一个模糊的计划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。是的，我要重新考。大佬，带我吧，求求你！我妈妈一辈子收破烂，她省吃俭用就是想把我送进大学，可我不争气，只考了180分。我不想跟着我妈收破烂，
也不想做厨师，我想做老师，守护那些缺乏家庭关爱、常年被霸凌的学生。张扬的热忱感染了我，我费了9牛2虎之力，一放下炒菜勺就给他补课。大半年里，被张扬的榆木脑袋气得掐人中无数次，总算勉勉强强把他送进了师范学院。现在我信电影里演的了，原来只要竭尽全力，就可以通过高考改变命运。张扬得到我的真传，把我奉为恩师。在我被打上霸凌者标签的今天，他主动北上找到我，说要为我发声。张扬，你真的很勇敢。童年阴影成了你的动力。张扬开了直播，把当年的前因后果都解释清楚。他是被霸凌者，却愿意为我这个霸凌者发声。很快，形势一边倒，我成了被霸凌者的光，照亮了无数弱者的世界。A 大为了留住我，为我开了硕博连读的绿色通道。我向来识时务，安然笑纳。可张扬却遭了罪，他得罪了赵月瑶，被他那亲爱的爸爸赵远望使了绊子。在工作中犯了错，被停薪留职。被停职的张扬喜滋滋给我打电话：“燕，我终于抓到老狐狸的尾巴了，证据确凿吗？”“这次我要把4年前那件事也翻出来。”张扬被停职的第2天，就拿着一袋厚厚的牛皮纸去纪委实名举报赵远望。赵远望被请去喝了1星期茶，出来后被开除党籍，被革职。他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心血，为了给赵月瑶出气，一招败尽。而赵月瑶则被学校悄悄处理，退学除名。学校也曾问过我，要不要用回赵月瑶这个名字，我想都没想，摇头拒绝了。无论是高考状元赵月瑶也好，还是新东方厨师赵水碧，都只是我那黑心爹给的。我叫燕，我在校园里哼着歌，接到了孟涛的电话：“阿碧，是我，孟涛。”他从未叫过我阿碧，我为期3天的初恋，一点甜甜的滋味都没有。有空吗？我想见你一面。没空，我挂断电话，拒绝的干脆。可他不死心，跑来学校堵我。舍友告诉我，我又火了。我去校内贴吧一看，真佩服传媒学院的同学，竟然有闲心八卦我的感情经历。孟涛把自己包装成痴情男的形象，多年后只想求得我的原谅。他这么一闹，还真有几个为他捧场的学弟学妹为他加油助威。我提着2壶热水，哐哧哐哧走到北门，那里已经围了好些个看戏的人。女主角来了，眼尖的看到我来了，自动让出了一条道。我和孟涛远远对视了一眼，他又变了个样，变得市侩，变得泯然众人。我二话不说，打开热水壶瓶盖，手一扬，滚烫的热水就从水壶里冲出来，朝孟涛奔涌。他一动未动，结结实实地挨了我2壶热水。有时候我还真是小心眼的人，睚眦必报，不管过了多久，总是要以牙还牙。你还记得这伤疤吧？当年离高考还有1个礼拜，我烹饪课有点心不在焉，没注意到你把一锅滚烫的油往我身上泼。当时要不是张扬眼疾手快把我扯开，我就毁容了。我掀开衣袖，露出被霸凌过的伤痕。比起高热的油温，我这2壶热水能奈他何？看戏的人知道我当街化身泼妇的真相，立马又倒向我这一边，骂孟涛渣男不配做人，众口铄金。孟涛被骂得无地自容，拍屁股走人了。本以为他会乖乖消失，谁知他竟然剑走偏锋，要开车撞死我。你要是不出现，我一把火就把工厂烧了。那个在巷子里救过我的英雄，和赵月瑶是一丘之貉。为了博得赵月瑶的欢心，甚至不惜触碰犯罪底线。我远远的就看见纺织厂冒烟，我打着119，急急地往厂子跑，没注意到身后向我疾驰撞来的跑车。跑车是赵月瑶的座驾，开车的是孟涛。我哪里躲闪得了？没经历过生死的我被吓得瞠目，眼睁睁地看着孟涛撞过来，以为命就要交出去了。临到身前，尖锐的刹车声和车轮猛烈划过柏油路的摩擦声交织响起，车头一歪，车灯擦过我的大腿，把我撞倒在地。
后背离一块尖锐的石头只有几毫米。我想了想，咬牙用脊椎撞了上去。孟涛大概是良心发现，一时心软打歪了方向盘。正是下班时间，工人们陆陆续续走出厂房大门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幕，有人报了警。原来那几缕烟是附近的村民燃烧玉米梗发起来的，工厂没有起火。我手捧热水，在警察局里心有余悸。母亲，当年被车撞到的那一秒，您是否也如此恐惧无助？我看着做着笔录的孟涛，他为自己辩解，口口声声说是误把刹车当成了油门踩。赵月瑶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坐在一旁玩手机刷视频，时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我刚从他脚下夺回一条命，他竟然毫无悔意。我怒不可遏，怎么能让他们如此轻而易举走掉？警官，我要告他们故意杀人！赵月瑶立刻站了起来，发声尖叫：“你要告就告孟涛，开车的是他，和我无关。他坏事做尽，又贪生怕死，尤其喜欢找人背锅。”我还没做出反应，孟涛就歇斯底里了：“瑶瑶，你疯了！故意杀人罪是要坐牢的，坐几年牢而已。你慌什么？赵月瑶，你他妈的想毁了老子，老子也不会让你好过！警官，我要告发他，是他指使我开车撞人的，我有聊天记录，可以证明他要杀赵水碧。啊，孟涛，你脑子被驴踢了！你不是说爱我愿意为我去死的吗？”他们开始狗咬狗，我也不用为收集赵月瑶故意杀人罪的证据发愁了。被激怒的孟涛身上又浮现当年校霸混混的影子。老子是爱你，可你他妈的利用完老子就把老子丢了。以前让我追赵水碧是这样，现在让我撞人也是这样。你这个毒妇，老子的心是被猪油蒙住了，才会爱你那么多年。合着孟涛还是个恋爱脑。禁止大声喧哗，你们3个过来做笔录。这次我绝不手软，我要把赵月瑶告到牢底坐穿。我站了起来，突然脚下一软，脸朝地面砸去。我脊柱被石头砸到，险些造成下半身残废。卧床休养期间，我没闲着，和委托律师在病房里对材料。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妪闯进我的病房，求我放赵月瑶一马。他犯了错，就要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告他了，他还年轻，不能留案底的呀。我不需要他的道歉。瑶瑶，你怎么就不听奶奶的话呢？她是我的奶奶，也是把我赶出赵家的人。奶奶，我记得你说过，不许我叫你奶奶，也不许我回赵家。我那是一时气话，你身上流的是赵家的血。我怎么会不认你呢？你会，你当然会。方阿姨自己摔下楼流产，你们哥哥说是我推的，你还说我把赵家的香火掐断了，说我不配做赵家人。我当时还没满18岁呢，就把我扫地出门。奶奶被我噎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瑶瑶，你怎么跟你奶奶说话呢？没大没小。我爸看到奶奶被我气得不轻，终于吱声了：“爸，我不是瑶瑶。您忘记了吗？是您说要把赵月瑶的名字给姐姐的，她才是瑶瑶。我不过是每个月被你施舍几百块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。我之所以愿意去新东方，是因为除了宿舍我没地方住，我没有选择。赵远望为了消方梅的气，急急地把我送到新东方烹饪学院，让我自生自灭。爸，他甚至不愿听我叫他爸爸。好了，水碧，以后没事别回家。我每个月会给你500块，给多了你阿姨会生气的。你就当没我这个爸爸，把我当作路过的好心人吧。我从回忆里抽离，还是心痛的无法呼吸。您是我亲生父亲啊，您当年是怎么做到如此狠绝的？你还当我是你爸，就不要告你姐姐。到头来，他还是高高在上的命令我，这亲缘辈分压制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深呼吸，从痛苦的过往汲取养分，支撑着我报复的动力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有个条件，把我妈的工厂还给我。服装厂是方梅的命，她不可能放手。我索性直戳她的命根，不信她不就范。方梅在宿舍等着我，
还没进宿舍门，就听到他在里面满嘴喷粪。我辛辛苦苦把水币拉扯大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工厂，费尽心力的支撑着这个家。可到头来，他却不顾长辈的教诲，要毁了他姐姐呀！阿姨，你的戏有点过了，光打雷不下雨的。而且他不叫水币，他叫烟。我舍友何许人也？他明面上是学生，私底下可是好几部大火国产剧的金牌编剧。方梅的伎俩，在他面前顶多能火2集。他看到我回来，心疼地看了我一眼，有什么你嚎一嗓子，我去对门唠唠嗑。哼，还名校呢，教出来的学生真没礼貌。你有礼貌，怎么不请自来呀？我看着他大赤赤地坐在我床上，还满脸嫌弃。我才嫌弃呢，昨天新换的床单又该换了。怎么说我也是你名义上的继母，以后我老了，你对我是有赡养的义务的。你可真是捡了大便宜，没对我实行过抚养的义务，还想让我赡养你。你不是有女儿吗？她不是高考状元，名校优秀毕业生吗？你还怕她养不起你呀？我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专挑最锋利的话刺激她。赵月瑶，你毁了水碧的人生，现在还妄图夺我服装厂，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呀！现在他倒是承认我才是赵月瑶了，可惜晚了。方阿姨，你这话说反了吧？是赵水碧抢了我原有的人生，是你抢了我妈妈的服装厂。哼，你果然偷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了。要不是因为没证据，我何必忍气吞声4年？当时隔着玻璃又有一段距离，其实我只听到只言片语，是他做贼心虚，以为我知道了什么，就想着对付我。是严威承受力差，只不过是远远看见我和远望举止亲密，就魂不守舍，过马路不看车，死了活该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手里的手机飞了出去，直直砸在他的胸脯上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知道他什么时间会出现在哪里，故意带着远望路过，故意当着他的面和远望接吻。我怒极反笑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孟涛根本没撞到我，我是故意撞在石头上，把伤算在他们头上的。方梅没想到我还会这一出，颤抖着食指指着我，嘴唇几次翕合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方梅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今天是来干什么的？你是来求我放过你女儿的，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。我告诉你，你逍遥自在，你的罪孽就让你女儿替你背。我想，此时此刻，方梅才真真正正的重新认识我，不敢再把我当成当年那个任由她大呼小叫、算计冤枉的小屁孩。把我妈的工厂还给我，我就放她一马。她终于软了语气，一脸凄凄哀哀地求我。服装厂是我的心血，我是真的在认真经营，否则也不会这几年收益翻番。阿姨求你，我给你跪下，你能不能放过我和水碧？你膝下是有金砖啊，那我和水碧搬出去住，赵家和你爸爸我都还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我对赵家和赵远望一点留念都没有。你说你要什么？只要不是服装厂，给你做保姆都行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你去自首，说你才是主谋，用你的自由换你女儿自由。我没办法让她为我母亲的死买单，但是她必须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，即使用掩盖真相作为交换。方梅以故意杀人罪被判了3年，立即执行。因为我的身份，报道小火了一把，被林氏的严家看到了。严家是有名的纺织业大佬，创始人严有福白手起家，在中国南部打造了一座纺织帝国。严有福找到我，说他是我姥爷，还让我和赵远望断绝父女关系。当年小薇不顾我的反对，甚至不惜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也要执意嫁给赵远望。她是我的长女，她从小跟着我吃苦，我对她心存愧疚。你姥姥给了她一笔钱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希望她能过好余生。她自己办了服装厂，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肯向我低头，硬是咬牙把厂子搞起来。她一身坚韧，是我严有福的女儿。老爷不知道的是，我母亲从求过任何人，
但他为了赵远望的仕途，在酒桌上求过很多人。赵远望能坐上教育局领导的位置，有一半是我母亲在酒桌上喝出来的。他送出的礼，比赵远望这一辈子赚的还要多。你立刻登报，跟这个杀千刀的赵远望断绝父女关系，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我要让他一无所有。老爷说到做到，在我更名为延来的第2天，他就联合源头工厂断了赵氏服装厂的供货渠道，又用铁腕手段断了他们的销货渠道，挖了工厂里所有的工人，让赵氏服装厂成为死亡机器。赵远望很快就负债累累，为了堵漏洞，他拆东墙补西墙，日子每况愈下。而变回赵水碧的赵月瑶，每天打2份工，贴补家用，为父还债。我延来成了他们最大的债主，他们一生都要为我打工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高考成绩公布那天，弟弟考了3本，爸妈为他大摆筵席庆祝，我的分数却无法显示。爸妈骂我给他们丢人，让我滚出这个家，还要把我嫁给村里有钱的老头当媳妇。没多久，各大高校招生办和媒体踏破了我家的门槛，我是省状元。爸妈改变嘴脸，吹嘘自己是状元父母，又恳求我，要求我说去北大上学的条件就是带上弟弟，什么专业都可以。但可惜他们的念想落空了。我出生后，想要个儿子的爸妈百般嫌弃，把刚出生的我丢在雪地里1天1夜。他们相信迷信，以为我死了就能吓走想投胎的女儿魂，就可以生儿子。外婆看不下去，把我抱回家，用米糊糊掺着点羊奶喂养长大。2岁那年，爸妈如愿以偿拥有了一个儿子，又做起了儿女双全的梦。这才想起和外婆一起住在旁边破屋子里的我，便假意把我和外婆一起接了回去。又有村里人嚼舌根，说我生得漂亮，弟弟生得不好看，准是我把弟弟的气运吸走了。爸妈琢磨一番，给我起名陈建女，弟弟叫陈家宝。他们想靠着作践我，来忘我弟弟的命。从小，爸妈就说我是个祸害精，而弟弟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弟弟命硬，能扛得住我的贱命，我早被丢出去了。所以不管什么东西，我都得让着他。每年弟弟的生日都有新衣服、新玩具，还有大蛋糕。我的生日那天，我只能穿着弟弟不要的旧衣服，捧着一碗外婆给我下的清汤长寿面，躲在墙角吃，汤底悄悄卧了一个蛋，不能被妈妈看到。她不许我吃肉吃蛋，家里的好东西都是留着给弟弟长身子的。到了上学的年纪，爸妈为了让我随时照顾弟弟，特意给我拖了2年，直到9岁才和满7岁的弟弟一起去上1年级。从小和弟弟同班，就是我的噩梦。他当着所有同学面，学着爸妈叫我赔钱货，骂我扫把星。用不了多久，全班都会跟着他一起辱骂我。小学4年级以前，题目很简单，我和弟弟经常都能考双百，但同样是满分考卷，弟弟得到是爸妈毫不吝啬的夸奖，还会奖励他零花钱或者新玩具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只有外婆会在晚上抱着我，轻声安慰我们：“宝贝，不要哭，以后你一定会变成漂漂亮亮的大姑娘，赚很多很多钱的。乖宝，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好好学习。”我在她怀里擦泪哽咽，心里发誓，长大后一定要给外婆过上好日子。可是3年级时，外婆因病去世，我在家里彻底没有了依靠，也没有人会在我挨打时冲出来保护我了。4年级后，学习难度增加，我和弟弟的差别就显现出来了。他更加贪玩贪吃，上课都在和同学打闹，而我牢记去世外婆的话，认认真真学习。第1次测验，我还是满分，但是弟弟陈家宝却考了全班倒数，语文70，数学60，还有新增加的英语科目，只考了40。我兴高采烈，拿着满分考卷回家，以为这次总能得到爸妈的奖励了。可我没想到，就因为弟弟的一句话，等待我的依旧是一顿毒打。弟弟嚎啕大哭，不住地跺脚。
我不要比他考得差，我怎么可能没有这个赔钱货厉害？我不要，我不要！我妈立刻脸色转狠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陈贱女，你故意惹你弟弟生气是不是？不就考个满分吗？嘚瑟什么？臭显摆的贱东西！就算你考得再好，以后不还是嫁人的贱命？给我们养老送终的都只有家宝，一个外人和家宝争什么？又狠狠踹了我几脚。我妈这才抱着弟弟安慰：家宝乖，男孩子晚熟，等上了初中，他就不如你了。我爸则抽着烟，冷冷瞥了我一眼，说得对，家宝那么聪明，怎么会考不过这个扫把星？一个女孩子不知道什么叫矜持低调，以后肯定不是个省心的主。我看就该早早把她嫁人。读什么书？我弟弟却不干了。我就要他陪着我读书，不然谁给我打扫卫生？谁给我背书包？好，儿子乖，那就让他陪着你读到高中毕业，但他不许比我成绩好，听见没？下次再敢考好，故意在你弟弟面前臭显摆，我抽烂你的脸！我捂着脸坐在地上无声流泪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考得比弟弟好，每次考试都故意空着不少题目不做。从初中到高中，我每次考试都比弟弟成绩差，他成绩一般，一直都是班里中游水平，而刻意空题的我是班里的吊车尾，对我的嘲笑也更加变本加厉。果然，咱们家宝聪明多了，一点都不像你那个傻子姐姐。好好考个大学，以后爸妈还指望着你养老呢，不像那个赔钱货，养女儿就是养一盆随时会泼出去的水。陈贱女那猪脑子，真不知道从哪儿遗传的，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人生就要各凭本事，过不好那是怪你自己，以后别想着倚靠我们家宝半点，听见没？每次面对他们的辱骂和说教，我已经学会了安静承受，但他们不知道，每个夜晚我都悄悄点着蜡烛，熬夜做题。在学校里，只要有空，我都会避开弟弟拼命刷题。没钱买习题，我就求同学借我习题册，我抄下来做，或者去求老师单独给我一些历年的真题卷做。各科老师起初还劝我，一个成绩倒数的同学，首先该做的是打好基础，不要好高骛远。但他们都在看我做完一张真题卷后沉默了。班主任也知道了我的情况，她是个24岁的女老师，名牌师范大学毕业，青春活力有朝气，是我最想成为的样子。她很有责任心，免费帮我找了不少个科考卷，还给我买习题册。虽然大都是老师出考试题后剩下的，但对于我来说都是珍贵的学习资料。高3下学期开始，每次学校统测，班主任都会让我去办公室，把空着的题目单独算一遍，再给我算分。我爸妈和弟弟都不知道，我早就是年级第一了，甚至分数总是能超越当时的全市第一几十分。而家里专门给成绩一般的弟弟找了家教补课，每个月弟弟还有1000块的零花钱，但我只有100，就这样还会经常被他抢走。现如今，他每节课200的补课费，我想都不敢想，但也更激发了我的好胜心。我一定要考好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不是废物，我不是下贱的赔钱货。高考是我晦暗人生的最大希望，距离高考还剩下1个月。我这天回家，却听到爸妈难得在讨论我。我爸咂巴嘴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就你那成绩，也别做梦能考上什么大学了，一毕业就准备嫁人吧。”我妈来了精神：“哎，我听说村头那王木匠刚死了老婆，放话给周围的媒婆，谁要能给他找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，彩礼给10万呢？”我爸点头：“我看行，养了他那么大，都赔了不少钱了，10万还算可以。”我浑身害怕到颤抖。那王木匠50、60岁了，年龄比我爹都大。我连忙跪在地上恳求道：“爸妈，求求你们给我一个机会吧，等成绩出来再决定好不好？”我妈翻了个白眼：“怎么？难道你还能考上本科？要是能考上本科，倒是能让你更值钱点。”
我听说老孙家那女儿就是上了个本科，嫁给了一个贼有钱的老板呢。我爸冷嘲：就她考得上吗？我忙不迭点头：能，我一定能，给我一个机会吧。行吧，我妈勉强答应了。就多等10来天的事，你可给我听好了。要是考不上本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我长松一口气，总算逃过一劫。最后1个月转瞬即逝，很快就到了高考那天。爸妈送着我们到了学校门口，当然是为了送我弟弟。他们不住地叮嘱，要我弟弟好好审题，别粗心大意，一定要考个好成绩。陈家宝不耐烦地皱眉，那肥脸上满是对我的嫌弃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就算考得再差，我能差得过陈建女这个白痴吗？我默然不语。当3天考试结束的那一刻，我走出考场时，激动到泪如雨下。我妈却对着我白了一眼：哭什么哭？早不知道努力，现在没考好了，知道哭了，丢人，赶紧走。她和我爸一左一右簇拥着陈家宝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像个局外人，却忍不住扬起了笑容。终于，我隐忍了20年的人生即将迎来曙光了。一回到家，他们一家3口立刻出门吃大餐去了，说要犒劳陈家宝。我自然是没资格的，只能在家里吃昨天的剩菜。回来的时候，还给陈家宝买了最新款的笔记本电脑，还有一身新衣服。陈家宝穿着新衣服，嘚瑟地显摆着：陈建女，看看1200的球鞋，你这种赔钱货，这辈子都穿不起，你还求爸妈等高考成绩出来？自取其辱，就你平常那分数，专科都考不上，爸妈也跟着帮腔，说我要是考不上本科，要么就嫁给村口王木匠当老婆，要么就进电子厂打工，给陈家宝赚学费去。而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成绩一出，我一定要选一个离家非常远的大学。我再也不想回到这个百般轻视我的家了。到了出成绩那天，还没出分，我爸妈就特意包下了镇上最大的饭店，大摆筵席。村里老老少少来了几10桌，饭店门口更是挂上了一条喜庆的红色横幅，恭贺我们陈家的宝贝金榜题名。而我也破天荒地被同意一起去了。但我知道陈家宝这是怕我考差了，想拿我垫底。全村老老少少宾客满堂，一大帮远房亲戚也被爸妈招呼来了。还没出分，这边就开席了，鸡鸭鱼肉无比丰盛。我毫不客气，大口吃肉。那么多亲戚熟人都在场，我爸妈也不好直接说我妈只得翻我一个白眼，挤出笑容：这孩子真是丢脸。女孩子家家，吃饭一点都没个矜持样。陈家宝嫌弃地看了我一眼，又笨又粗鲁，考不上大学，我看你也就只能嫁给王木匠了。王木匠也在场，闻言，他那猥琐的眼神不住地瞅着我，看得我心中一阵犯恶心。一个亲戚忍不住问道：哎，家宝他妈，成绩还没出呢，你们就忙着办这庆功宴，就这么有把握呀？我妈一脸得意：那是，我家儿子聪明着呢，肯定能考一个好成绩。哎呦，最次也得是985。211不是，说不准得是状元呢。周围人吹牛越来越夸张，我眼见着陈家宝脸都有些羞红了。他看了眼时间，连忙拿出笔记本电脑：都别说话，放分了。一大群人立刻围过来，紧张兮兮地盯着看。陈家宝吞了口水，瞥了我一眼：先查陈建女的，她要是考不上本科，接着今天的酒席就把她的事儿办了得了。王木匠满面红光：哎，这我支持。我妈更是欣慰地摸了摸陈家宝的头发，孩子真是长大了，知道给家里省酒席钱呢。陈家宝点开网址，然后输入了我的身份证信息，网页加载中。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看，我也紧张地看着。我的命运就决定在这一刻了。下一刻，屏幕上的信息刷新出来，所有人却是一愣。考生陈建女，语文、数学所有科目的成绩居然一片空白。一众亲戚傻了眼：怎么一片空白呀？还没出成绩吗？
一看你家孩子就没高考过，这要是没出成绩，连这个界面都进不来呢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所有人议论纷纷，但只有我还在顺着往下看。当看到屏幕最下方那行小小的字时，我心跳如鼓，眼泪顿时涌了出来。你的位次已经进入全省前50名，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。全省前50，我成功了。就这个成绩，哪怕只是第50名，全国的学校几乎可以说是任由我选。陈家宝却冷哼一声，关掉了界面。我看是考得太差了，都不好意思显示了吧？要么是不是你高考作弊，成绩被取消了？一听到这话，我妈一巴掌甩来，又狠狠地拧住了我的耳朵。好啊你，高考你都敢作弊，真是给我们丢人！还哭，哭有什么用？你这个赔钱货，还让老娘等你出成绩，说什么你一定能上本科？放屁呢你！气急败坏之下，我妈也顾不得在场有那么多人在了，把我的耳朵拧到生疼，我泪流不止。大家都以为我是因为作弊导致失去分数而难过，但其实我在高兴，哪怕耳朵再疼，此刻我的心里也像是吃了蜜糖一般甜。王木匠站在旁边，猥琐地搓搓手。那照刚才说的，不如就把她嫁给我怎么样？你陈家女儿的话，我是挺满意的，长得漂亮，年纪又小，我可以再加点，给15万彩礼。15万！我妈眼睛都亮了，更是生怕王木匠反悔般，立刻松开了手。当然没问题，反正这个赔钱货没考上大学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等她嫁给你，就让她去附近的电子厂上班去。旁边的村民有不少对我投来了同情的眼神。不是吧？真打算把自己女儿嫁给王木匠？这得差了多少倍？我看陈家就是想钱想疯了，和卖女儿有什么差别？可惜了，这个女儿长得多乖呀，漂亮又听话，被他们这么糟践。你们不懂，给她取这名，就是为了让她变成一条贱命，好让小家宝能运气更好。提到陈家宝，大家顿时来了精神。哎，先别说别的，先看家宝的成绩呀，就是说不住真的是咱们大状元呢。陈家宝不满地冷哼，现在想起我了，刚才我喊那么半天，你们都围着那个扫把星干什么？是爸妈不好。我妈连忙揉揉他的脸，快，宝贝，让我们看看你考了多少。陈家宝嗤笑一声，反正考得再差，也不会有这个赔钱货差了，直接取消成绩，可真给我们陈家丢脸。看着吧，你和我的差距从出生就注定了。他得意洋洋，点开网页，刚输入了信息，突然饭店门外传来了喧嚷的声音：“就是这儿，快进去！”陈同学，哎呀，在那儿呢！一帮人激动得语无伦次，走进饭店便朝着我们的方向走来。我认出那是我的班主任，还有校长，其他人我不认识。但有的人居然还扛着摄像机和话筒，还没走到我们面前，就有记者忍不住喊道：“陈同学，请问你知道自己是云省的文科状元了吗？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”还有人冲着我父母问道：“我看门口的标牌是祝贺陈家的宝贝金榜题名，请问状元父母，你们已经提前得知这个消息了吗？请问你们作为状元的父母，对于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孩子有什么心得呢？”一大帮人围拢上来，一连串的问题直接把我爸妈问懵了。而且文科状元这4个字引爆了全场。惊讶过后，回过神的爸妈直接保住了陈家宝，喜极而泣。天哪，我们好儿子是状元了！好，真了不起呀！我们家宝太厉害了，祖宗庇护啊！果然是我们陈家的宝贝。旁边的村民也傻眼了。我的天呀，真的是陈家宝，陈家出状元了，光宗耀祖啊！这是能上族谱的大事啊，了不得！再看看陈家女儿，哎，果然是个贱命，人如其名。这一对比，差距也太大了吧！一群人夸赞陈家宝的同时，还不忘踩我一脚。我轻笑一声：“是啊，陈家的宝贝，可不是我。他们当然不会认为文科状元是我了。
旁边的老师和记者等人面上已经挂上了尴尬的神色，几次想解释，但是我爸妈的尖叫和哭泣声都让话又被堵了回去。哎呀，咱们不能那么激动了，这是在直播呢。我妈后知后觉，抹了一把眼泪。快儿子，来面对镜头采访了。我爸更是理了理衣襟，老神在在道：嗨嗨，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好，我就是文科状元陈家宝的父亲。我的教育方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尽量对孩子好。话还没说完，我的班主任终于找到空档打断：陈爸爸，我知道你很激动，但是状元不是陈家宝，是你们的女儿陈建女。瞬间，万般目光投射到我身上。此刻的我已经被激动的人群挤到了最角落里，就这样安静地看着这场闹剧。当镜头对准我时，我也和班主任对上了眼。我们相视一笑，都看到了对方眼里泛起的泪光。他那双眼里都是温柔、坚定和鼓励的神采，还冲着我点点头。这一刻，我瞬间感觉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哽住了一般。我的老师，他也和我的外婆一样，对我那么好，那么关心我。外婆是支撑我走下来的信念，那老师就改变我人生的催化剂。我爸妈已经傻眼了，是他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相信，不可能。陈家宝更是崩溃的大喊，他的成绩分明是空白的，肯定是作弊导致没有成绩。校长皱起眉头，尽量缓和语气：你是陈同学的弟弟吧？你可以再查一次，成绩达到全省前50是会屏蔽成绩的。陈家宝连忙再度查了我的成绩，这次认真看的大家都发现了那行小字：还真是女儿。我妈干巴巴地说道，看向我的眼神格外复杂。陈家宝却还不信邪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我肯定也是全省前50。对，我爸连忙说道，我们家宝每次都比他姐姐考得好，肯定这次也不例外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成绩就算再好，能有状元好吗？我看着我爸和我弟，竭力想证明他不比我差这一幕，只觉得好笑。小时候，因为从小没喝过母乳，发育过程里又不能吃肉蛋奶，我长得瘦瘦小小，我爸妈总是嫌弃地看着我，瞅我们家宝贝长得多可爱呀，不像你，贱命一条，像根瘦竹竿似的讨人厌。你就是个扫把星，要不是你弟弟命好能抗住，早被你克死了。陈建女，你能留在这个家，全靠你弟弟，他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听见没？事实证明，我不是什么扫把星，也不是什么下贱的女孩。我的成绩，此刻就像是一巴掌狠狠抽在他们脸上，所以他们才这样无法接受。紧接着，陈家宝的成绩也出来了，总分423分，刚过3本线一点。陈家宝的脸色顿时铁青，校长在旁边看着，漫不经心道：这个分数还行吧，起码上了本科线。你们可以选一下，是选择专业一般的3本学校，还是专业很好的专科学校，以后再考虑专升本。专科？我怎么可能会上专科？陈家宝怒吼出声，他直接拎起那台新电脑，在地上砸了个粉碎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会考这个成绩？我不可能会被陈建女差，她就是个赔钱货扫把星。这么多镜头对准，他此刻都还敢如此放肆。有眼尖的记者已经发现了问题，立刻问道：请问，身为状元父母，你们为什么给他起一个这样的名字呢？陈建女、陈家宝，你们是重男轻女吗？现在2个孩子成绩差别那么大，你们是什么想法？陈家宝同学，文科状元考试没有你好，这怎么可能？一连串的问题让陈家宝顿时疯狂，他怒吼着就要扑上来打我，爸妈连忙拦住他。我妈不住地安抚道：家宝别生气，虽然姐姐是状元，但是我们考得也很好啊，男孩子3本不错的，没事的宝贝，我们好好选一个专业，以后就业不比你姐姐差。我爸也连忙道：就是，学习好也不一定以后就发展好啊。2人这双标的模样，让在场所有人都一阵唏嘘。
我曾经不明白，明明从小到大，班里也有很多小女孩，可是她们没有一个人是像我这样的。她们有疼爱自己的爸爸妈妈，逢年过节有大红包和新衣服，每天还能穿着漂漂亮亮的小裙子，扎着可爱的麻花辫。而我，从上小学开始，我妈嫌给我扎头发麻烦，我又太小学不会，就直接给我一剪刀，把头发剪短了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就格外想外婆，只可惜，这个家里唯一疼我的人也离开我了。但此刻我已经明白了答案，偏心就是偏心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借口可言。有一次，弟弟拿着满分考卷回家，哎呀，我们家宝真棒，又考第一了，今晚想吃什么？爸妈带你去饭店吃烤鸭好不好？说着，妈妈还在他肥嘟嘟的脸上亲了一口。而站在旁边的我，听到烤鸭，忍不住吞了口水。上次吃烤鸭还是过年，弟弟大鱼大肉吃腻了，咬了2口鸭腿就不吃了。妈妈这才白我一眼，把吃剩下的鸭腿丢给我。死丫头，一直盯着看，便宜你了。那油润喷香的鸭肉味，还一点都没有鸭屁股上的臊味，让我回味了好久。妈妈，我也考了2个100分，我可以一起去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递出自己的2张考卷，小脸上带着渴望被夸奖的希望，但下一秒，手里的试卷就被撕了个粉碎。吃什么吃？妈妈怒吼：“你个死丫头，让你洗的衣服洗完了吗？你弟弟的鞋刷了没？什么都没做好，整天就知道嘴馋，想着怎么吃好东西，怎么不吃死你呀？”他起身，习惯性地搜寻屋里有没有趁手的东西。我知道这是要打我了，我吓得嚎啕大哭，连忙跪在地上，双手合十，像小狗一样不断地白白求饶。这时，弟弟拉了拉我妈的衣角：“妈，我肚子饿了，回来再打吧。”看见他哭我就烦。我妈立马露出笑容，抱着陈家宝走了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吃，回来再收拾这个赔钱货。只留下我饥肠辘辘，站在一片昏黑的客厅里。还有一次，2年级时，我有次嘴馋，偷吃了一点点油渣，被妈妈发现后，她拿着竹条把我全身抽出了几10条血痕，又逼着我跪在碎瓦片上，双膝跪到鲜血淋漓，还拦着外婆不许拉我起来，直到我跪到发烧昏迷，才被送到村里的小诊所打针。从此，我只敢看着满嘴流油的弟弟大口吃鸡腿，再也不敢嘴馋，默默地吃着碗里的鸡屁股。我爸妈的偏心从来都那么明显，只是因为我是女孩。我爸妈正在绞尽脑汁安抚陈家宝，一众记者看不下去了，都把话筒对向了我。首先是校长对我表示，考上了文科状元，我能够得到学校3万的奖金，还有市里省里分别给我的10万奖金，还有一些企业家的捐赠，共计能拿到31万奖励。一听到31万这个数字，我爸妈也顾不得哄陈家宝了，连忙冲过来：“31万！哎呀，我们女儿真是出息了，太厉害了！我们给她起这个名字，就是为了让她能够见名好活呀。你们不懂，这孩子从小就是体弱多病。”这2人的厚脸皮程度也让人叹为观止。一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无视他们，径自走到我面前，面带笑容：“陈同学你好，我是北大的招生办郑老师，我代表北大向你发出最诚挚的邀请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。”郑老师看着我，又扫了眼我父母，那眼神的暗示我已经明白了，他是想帮助我的。我露出笑容：“谢谢老师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免除学费。”哎呀，怎么能只有这一个要求呢？我妈顿时急了，把我拉到旁边，压低声音：“乖女儿，你看看你弟弟都气成什么样了，你这孩子怎么成绩藏了那么多年呢？”我爸也走了过来，同样故意压低声音：“这个要求你应该用来弥补你弟弟，就和北大说，去上学可以，但是必须要求带上你弟弟也进北大，什么专业都可以，否则你就去其他家读。你听话，只有这样，你弟弟才能也得到机会，以后才好给我们养老啊。”就是，
而且你们姐弟以后还要互相帮衬呢。我冷笑，哪怕我考上了状元，此刻在我爸妈心里，我也依旧不如我弟弟，是那个早晚会嫁出去的外人。我摇摇头，爸妈，人生要各凭本事，是你们说的。你们说不希望我以后依靠弟弟，那也请他学会独立行走。我直接甩开他们，走回北大招生办老师面前。郑老师，我没有其他要求了。我爸妈顿时气得抓狂。陈建女，你个小混蛋，给我闭嘴！真是不孝啊！这点要求都不肯满足你爸妈。还有陈家宝也在对着摄像头发疯。我每次考试都比他好，我才是状元，不可能是他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无视他们的声音，看向镜头，我一字一句道：我从小到大都很讨厌自己的名字，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，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从今天起，我想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，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陈建女，我叫凌雪。我这20年真的就像苦寒中的梅花一般，但好在总算开出了芬芳的花朵。好，凌雪，老师为你骄傲。我的班主任第一个鼓掌，北大郑老师也意有所指的开口：我现在就给学校打电话，更改你的名字，凌雪同学，欢迎你。你4年的学费我们会全额免除，并会帮你寻找合适的校内兼职。这番话已经是在鼓励我和爸妈割席了。旁侧一个一直未开口的男人，居然是当今市首。他冷冷道：放心吧，凌雪同学，你户口上改名的事，我会督促相关人员尽快落实。给你起这种名字，他们不配称之为状元父母。我改名，甚至改了姓。我妈顿时抓狂了，扑上来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了我一巴掌，但接着就被众人拉开了。你个王八蛋，我们养你20年，你就是那么报答的吗？你给我改回来，你就是陈建女！班主任气得怒喝：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这么多年你们和陈家宝对他做了什么。他把那些事情简略一说，村民激愤而起的辱骂已经让我爸妈他们抬不起头来，而我已经在众人的保护下走出了饭店。之后北大招生组把我保护起来，直接安排我去旅游，旅游完直接入学，根本不给我父母接触我的机会。这件事也发酵到了网络上，我爸妈和陈家宝在当地根本抬不起头来，没多久就灰溜溜地搬家了。而我在9月份时如愿踏入了大学校园，即将开始我的新生活。高考真的改变了我的人生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3个故事。我妈是首富独生女，我却从小被爸爸穷养在农村，因为他怕我在奢靡的生活下养成纨绔的性子。我在农村养鸡、喂猪、开饭馆挣生活费，甚至被大叔们灌劣质白酒，烧坏了胃。直到我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那天，豪车停在小院门口，爸得意地说道：看，老婆，我把咱闺女教育得怎么样？我回头看了眼拎着青菜的爸，疑惑地打量着女孩。我家什么时候有这么有钱的亲戚？我咽了咽唾沫，尴尬开口：小姐姐。我爸老眼昏花，不好意思认错人了。不好意思啊。正说着，又一辆黑色库里南霸道地堵在小饭馆门口，扬起的尘土瞬间漫步在小院上方。得，院里的2张老桌子又得冲洗一遍了。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墨镜、卷发精致的女人。女人一见到我，忙摘下墨镜，欢呼着扑过来，一股香风熏得我打了个喷嚏。宝贝，妈来接你回家了。妈？什么妈？我不是爸捡的弃婴吗？从小爸就告诉我，我是他从垃圾桶旁边捡的，是他看我哭得可怜，一时心软，把我抱回了家。为了不让我受委屈，一直就没娶。为此我总是心怀愧疚感激，更是用了12分努力来回报他。爸扔了菜，大辣辣坐到椅子上，把清华通知书甩到妈怀里。看，老婆，我把咱闺女教育得怎么样？清华。这时我才知道真相。18年前，我刚出生时，爸怕我被养成妈那样骄纵奢侈的恋爱脑，
坚持要把我带到乡下和他一样穷养长大，两人为此大吵大闹。最后我爸妥协一步，把自己农村表妹的女儿抱给妈抚养，两人才算没离婚。听了爸爸的话，我呆立了半个小时，我无法形容我此刻的感受，眼睛只是瞟向院角临时搭建的厨房里，那里有油渍斑斑的铁锅和一堆早上刚劈好的木材。王叔订的溜达鸡正在水里抛着血水，地上是我刚炫的鸡毛。我突然发现5块1碗的手擀面还不抵妈指甲上的一粒小碎钻。原来我一直努力的卖饭挣学费，不过是他们的一场教育实验。我不是癞蛤蟆，是白天鹅，我才是真正的小公主。看到这些，我努力笑着扯起嘴角，最终眼泪落下来。我偷偷把口袋里给爸订的3日游套票揉成了碎片，现在他应该看不上这种打折跟团的旅游。上车时，我局促地看着库里南里自带的餐，里面的糕点让我不知如何下手。妈看着我小心翼翼的模样，眼角湿润了。我的宝贝女儿，你受苦了。走时其实我想拎上那只溜达鸡，那是我养在后山的，专门为客人准备的。表妹嫌弃地看了一眼，妈也无奈地笑着。最终我打了个电话给王叔，告诉他今天的鸡烧不了了，如果他想吃可以自己拿回去做。王叔听了我的解释说道：小苗，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有这种情况，从我认识你爸，穷的就天天吃烂菜叶，不会是他们骗你的吧？我说了事情的缘由，王叔惊在了当场，还有这样玩的？我苦笑一下，确实是挺传奇的。我妈兴高采烈地把我接回了市里，迎接3天后市状元的采访。作为天恒集团的外甥女，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市状元，更是他们品牌形象的代表。3天后，全市各大媒体报刊都出现了我的报道，外公还专门开了新闻发布会。发布会这天，大清早就有专业人士给我开始收拾，泡半小时玫瑰牛奶浴，头发做养护，脸上涂了一堆黏黏的东西。中间有几次想让他们简单点，又怕他们说我土，就没说话。发布会现场，我爸西装革履的和我威严的外公坐在主席台上，我静静地坐在他们旁边。今天他确实有骄傲的资本，因为他一个穷大学生，不但顺利迎娶白富美，还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市理科状元。可惜他不知道，我更喜欢音乐，喜欢钢琴。虽然只是在超市见过，那是一种骨子里的昂扬、兴奋。可理科更值钱，我想挣更多的钱，让爸能不再为钱发愁，不在大冬天烤火取暖。爸满面红光地介绍了自己的教育理念。他说他特意为了我，放弃了豪宅、美食，忍受了很多艰难，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事业。他说这18年都是为了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才，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没有让他白辛苦一场，像他这样的家长确实百年难遇。我应该感谢他培养了我吃苦耐劳、坚韧不屈的性格。可看着闪烁的镁光灯，我有点头晕，甚至想回到那简陋的小院。外公更是大手一挥，送了我一栋别墅，一辆保时捷911。那天晚上人头攒动，灯光闪烁。那天晚上香槟塔落得让我眼花。他不会倒吗？我穿着繁复的礼服，撑着笑脸跟在他们身边，和豪门贵妇们寒暄着，看着妹妹优雅地在台上弹着钢琴，和贵妇们笑语晏晏。我承认我羡慕了，那流水般的音符直击着我的心灵，让我想抛却一切烦恼，只想与它共起伏沉沦，最终胃里的翻涌提醒着我回到现实。总算等到他们各自招呼自己的好友，我才拎着裙子偷偷躲到树影后，扣着嗓子，因为我小时候被来的客人们偷偷灌过酒。我那伤痕累累的胃根本接受不了一点它的刺激。正当我吐得眼泪哗哗时，一道嗤笑的声音响起：宋大小姐，赶鸭子上架的滋味如何？说着得意地举起手中的高脚杯，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。我眯眼一瞅，这不是刚刚认识的未婚夫韩世锦吗？韩世锦脸上的嗤笑刺的我心里皱了一下。我撑着端庄，轻描淡写说道：
没事，这点甜酒还是小意思，今天就是胃不舒服而已。韩世锦终于笑出了声，眼里是赤裸裸的看好戏。这时，一道甜美声音响起：“锦哥哥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人家到处找你呢。”说着，柳曼曼走到韩世锦身边，自然地挽住他胳膊。我眼神微眯，目光扫过他们的胳膊，看来这段婚姻大家都不太满意呀。韩世锦轻笑着看向柳曼曼：“这不是看看我的未婚妻躲起来干嘛呢吗？”柳曼曼傲然地看向我，不由讥笑道：“姐，你在乡下喂了18年猪，没喝过这些洋酒也正常，何必逞强呢？”我瞳孔缩小，敛住神色，淡淡笑了笑：“哦，谢谢提醒，不过以后总要习惯的。”正当我想侧身而过时，韩世锦一把拽住我，语调戏谑道：“宋大小姐，一会舞会开始了，你怎么也得和未婚夫跳一曲吧？这也是要习惯的内容之一。”说着不由分说，拉着我往人群中走去。柳曼曼在身后恼火地喊道：“锦哥哥，你不是说今天陪我跳的吗？”听到柳曼曼这话，我不由挺起胸脯，反手挽住韩世锦。可惜骨气很理想，现实很悲伤。韩世锦搂着我的腰，不住旋转着。我不知道踩了他多少脚，只知道胃里翻涌着恶心，脑袋里天旋地转。一曲后又来了一曲，终于一股酸涩翻涌上奔，我嗷一声吐了出来，喷到了韩世锦身上，自己身上起。音乐戛然而止，我瘫软在地上，所有目光定在我身上，有嫌弃，有嗤笑，有恶心。就像那个暑假，我没钱交学费，被老师拎站在讲台上，接受着同学目光的审判。韩世锦意味不明地笑着，转手脱了西服，扔进垃圾桶。我全身无力地趴在地上，裙子上、胸口上都是发酵后的食物。妈走过来，眼神里都是诧异。表妹小心地解释道：“妈，我已经和姐姐说了，让她少喝点。”谁知道呢？爸眼神冰冷地看着我，脸上闪过失望。客人散了，爸恶狠狠地批评着我：“宋小苗，你怎么如此失态？我告诉过你多少次，宠辱不惊，富贵不移。你看看你干了什么，一场酒会都拿不住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宠辱不惊，富贵不移，我没忘，但我忘了，我没和爸说过。10岁时，他们偷灌过我喝酒，那天我吐了一夜，吐出了血，他们还不止一次偷偷摸过我大腿。我怕得罪他们，更怕爸和他们闹起来。我和爸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小饭馆。8岁时，爸查出肝炎，就不能干重活了。虽然小饭馆1个月也就挣400多，可对于我们来说，那就可以让我们1个月能吃饱肚子。从那时，酒不仅仅美味，更是我心底的恐慌。疼痛是我压在心底的梦魇。我摸了摸眼角，凄然昂着头，终于说出8年前就应该说的话。8岁时，我被他们灌过烈酒，胃吐过血，还被他们摸过大腿、肚子。爸脸色刷得白了，妈也慌了。随后妈一巴掌扇到爸脸上：“宋南飞，你就这样照顾女儿的？我饶不了你！”说着冲爸撕扯着，抓挠谩骂着。爸脸上快速出现一道道血痕，也只能无力辩解着：“我真不知道，他怎么不和我说呢？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，天天忙这忙那，我哪能注意到这些细节？”说着又开始祥林嫂般反复叨念着自己的辛苦，自己的付出。争吵后，他们不约而同地带着我去医院，做了个全身检查。我笑着对他们说：“没事的。”那天他们多给了20块钱。我看到爸脸抽搐了一下，心底居然莫名畅快了几分。经过检查后，我胃部有溃疡、息肉，肾部有炎症，严重营养不良，可能与饮食不规律有关系。毕竟在学校，我为了省钱，每天都吃白饭加辣椒酱，1个月100的生活费足够了。好在我的妇科检查依然是处女，他们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。妈妈则露出心疼的目光，叮嘱我以后好好吃饭，把身体养回来。其实有那么一刻，我希望自己真得了大病。看着他们轻松的表情，我居然隐隐不痛快起来。可还有一个高傲的声音在痛斥我：“
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爸陪着你吃了这么多苦，你现在居然怨对他，想看他笑话。没有他，哪有你今天的成绩？你不配状元的称号。我想，我大概是坏种吧。韩世锦知道我胃不好，居然提了礼物来家里。一番关切后，笑眯着眼邀请我参加他朋友晚上的聚会。在爸妈的催促声中，我还是坐到了韩世锦车上。同去的还有柳曼曼。昏暗的酒吧里，一群男男女女在恣意狂欢着，看到我都露出意味不明的表情。他们面前红红绿绿的液体刷新着我的认知，原来酒不仅仅有白的、啤的，还有绿的、粉红的，酸酸甜甜，他们却早已习以为常。他们的开放、洒脱，我真的不适应。我不知道女生怎么可以当众坐到男生腿上，嘴对嘴喂着酒。柳曼曼无所顾忌地搂着韩世锦胳膊，娇滴滴的附耳娇笑低语着。他们谈着今天新出了什么跑车，谁昨天挣了500万零花钱，谁和女朋友去国外玩了1个月，差点染上艾滋病。我曾经的世界融不进现在的圈子里。喝到尽兴处，女伴们都站在台上跳起了舞。柳曼曼跳了一曲劲舞，我不知道裙子里面的紧身衣可以如此丝滑轻薄，她自信妩媚地展示着自己的魅力，而我却默默躲在角落里。他们没有一个人强迫我，也没一个人笑话我，只有我感觉到他们瞟来的探究目光，令我紧张、局促，甚至如芒在背。我想站起来离开，韩世锦似笑非笑的一把拉住了我。小苗，既然来了，你也给大家表演一个吧。是啊，姐，大家都表演了，你要是不来一个，不是看不上我们吗？人家都说了，是状元清高得很。当看到柳曼曼得意的眼神时，我不解起来，他们难道不知道我不会吗？前18年，我除了学习就是洗菜摘菜、养鸡养猪，他们这是想看我干什么？笑话、取乐。我目光凛凛起来，纵然我在泥泞中长大，也轮不到他们来羞辱我的努力。我拿起桌上的酒，一仰头闷了一瓶，摸了下唇角，沉声说道：“扭扭唱唱有什么意思？要干就干热烈的，一人一瓶吹，不准换气。”韩世锦呆了一下，他可是明白我的情况，其他人也都面面相觑着。我讥笑一声：“既然你们喝不了，就别到处吹牛皮。我这人要搞就喜欢搞猛的，比不了千金大小姐斯文端庄。”说完，我把酒瓶啪一声放在桌上，轻蔑地扫视一圈，转身向外面走去。转身瞬间，我似乎看到韩世锦迟疑的目光，拐过酒吧。我松开紧握的手，捂着胸口，哇一声吐了出来。那天我吐得瘫软在地，吐出丝丝鲜红。我光荣地住进了医院。这一次生病，我再也不用怕花钱忍着，再也不用一个人躲在被窝里，咬着牙冷汗涔涔，面对母亲的询问。薄泽，我只是无力地闭上眼睛。柳曼曼凄凄爱爱地说道：“大家都表演了节目，姐姐不会，就要和别人玩拼酒。”妈妈的脸色难看起来。你是世家女子，怎么能这么粗俗？你要向曼曼学习，端庄斯文点。女孩子优雅端庄，言行得体，才能不被人笑话。说着，妈妈又开始指责爸爸，羞辱着爸爸低级的教育理念。父亲总会在无人的时候恼怒地吼着：“宋小苗，你是不是气我让你吃了苦，故意让我丢人？不就唱唱跳跳吗？你除了读书，怎么什么都没学？”我只是好笑地看着他，我能学什么呢？学校舞蹈课，我因为没钱买舞蹈服，主动提出自己不想学。音乐课要占用放学时间，我要回来洗菜擀面，况且乐器的费用比舞蹈服更贵。记得1年级时，老师让每人带1盒画笔，我兴高采烈地和爸说了买彩笔，爸立马红着眼眶，颤颤巍巍掏出家里仅剩的20块钱。小苗，你拿去买吧，爸不吃饭也行，饿了喝点水。那天我噙着眼泪，把钱塞回爸手里，告诉老师我不喜欢画画。面对爸的恼怒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因为只要我说出口，换来的就是：宋小苗，你书念狗肚子里了。如果没有我这样培养你，
你能有今天的成绩，我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怎么还不满意？没有条件，你不会创造条件吗？然后他会像林嫂一般，从我1岁讲到18岁，自己吃的苦，受的质疑白眼。以前我确实感激他，也为拖累他感到内疚，毕竟他是真的爱我。下雪天，把被子都盖到我身上，唯一的一片剩肉也会留到我晚上回来吃。我在感动的同时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一边得意，一边欣赏着我的苦难。其实如果可以，我真想彻底烂在臭泥塘里，让自己畅快一把。可我骨子里的勇敢、坚强，不允许我堕落、毁灭。韩世锦来看了我，这一次他收起了吊儿郎当的态度，歉意地说道：“宋小苗，对不起，那天我并不是想看你笑话，我是看着吞吞吐吐的韩世锦，我冷笑一声，是想让我明白，我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是一个啥也不会的乡优下丫头，皮肤粗糙，举止粗俗，语言粗鲁。”韩世锦呼出一口气，认真说道：“小苗，你能成为是理科状元，确实很厉害。可是生活不是数理化，我不喜欢太枯燥的女生，女生还是要……”我忙摆摆手：“你放心，我们的事我会和爸妈说清楚，是我不喜欢你，以后我们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”韩世锦犹豫了一下，又鼓起勇气：“小苗，其实我也不是那个意思。我意思，如果你能学上流社会的东西，改变一下自己，我摆摆手，疲惫地说道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你出去吧，我累了，以后别来了。”说着，我翻身躺下。片刻后，一声轻微的叹息声后，门轻轻关上。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妈怒斥爸把我养得任性，不顾大局；爸则恨其不争地指着我：“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不就是吃点苦吗？你就非要这样叛逆与我对着干？爸小时候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罪比这多10倍。你看现在多少富二代不学好，吸毒堕胎，爸不都是为你好？怕你成了纨绔子弟，为什么你就像受了天大委屈？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？我找他们算账。”我想了想说：“没有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表演节目也确实算不上欺负，是我自己笨，不会而已。是我自己喝的一瓶酒，也没有人逼我。爸妈还在讨论着这件事的影响，毕竟宋家穷养女儿的事，上流社会都知道。这个时候悔婚，是宋家的状元看不上韩家的世俗，还是韩家看不上宋家的乡下千金？这估计又是一场茶余饭后的热门。等他们讨论累了，劝累了，我轻轻把卡放到桌上，淡淡说道：“爸妈，开学后我就不回来了，这个卡里的钱我也用不到，就还给你们吧。”那天他们又爆发了新一轮的争吵、指责，可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。妈妈的爱只是浮在脸上，永远对比着柳曼曼，好证明爸爸的决定是错的。他应该是更喜欢八面玲珑的柳曼曼。爸爸的爱永远是我。虽然作为宋家的女儿，没有依靠妈妈家的金钱势力一样优秀，可他又一边指责着我的狭窄粗鄙，不懂应酬。那天下着小雨，我提前1天拉着行李箱搭上了去清华的火车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阳光一样的同学，他们不会嘲笑我的贫穷，也没人看戏一样嘲弄着我的粗鄙。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学习、研究。从这一刻，我做回了我自己。除了专业课工商管理，我还选修了自己喜欢的音乐。学校和当地政府奖励给我的50万，让我再也不用为钱而奔波。我学了竖笛、钢琴，虽然我没有基础，弹得不好，时常如鸡飞狗叫，嘈嘈切切，但同学们没一个笑话我，而是和我一起笑闹着，甚至在我弹奏时捣乱地添加着音符。我尽情地发挥着我内心的压抑憋闷，任杂乱的音符冲击着我的心灵。他们说享受我弹钢琴时闭眼陶醉的模样，那样子很像一个天才。我的伤口终于结痂，在另一片天地中慢慢治愈。母亲、父亲轮流殷勤地给我打电话关心我，他们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叮嘱我，在学校注意安全，想买什么就买，不用省钱花。
这一刻，他们好像把我当做了珍宝，是真的爱惜，还是什么？我也说不清楚了。我只知道枯燥的高数让我觉得心情舒畅。父亲偶尔也责备我，说我不会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他，说我没良心，翅膀硬了，就忘了他这个含辛茹苦的老父亲。他在想旧账重翻时，我已经果断挂了电话。母亲电话就会接着打过来，略带不满地诉说着，可我的心早已冷了，再也不会贪恋父母的爱。一个18年都没去看过女儿的母亲，她的爱又能有多少呢？不怨不恨，不代表还有爱。命运的波折总是坎坷离奇，好在它很公平。我虽然有很多缺点，却拥有了别人学习的天分。大二这年，我顺利拿到全国数学竞赛1等奖。同时，我参加了全国钢琴比赛，出乎意料，我这个半路徒弟居然拿了个优秀奖，这是我19岁以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件事。期间，听说韩世锦和柳曼曼订了婚，不过韩家好像对他并不满意，所以订婚宴很简单，也是世家的婚姻不仅仅是结婚。大4毕业，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安排去宋氏集团上班，而是选择了继续深造音乐。外公打来电话，苦口婆心地劝我：“囡囡，你是你妈唯一的孩子，我们这么大的家业以后都得交给你，你怎么能去学习音乐呢？我和你外婆一直都是最疼你的，你怎么能不听话呢？你要学了音乐，我们这偌大的家业交给谁管理呢？”爸则怒气冲冲地找到出租屋：“宋小苗，我吃苦隐忍18年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气我小时候让你吃了苦，没有享受到曼曼一样奢靡的生活，所以你现在和我赌气，就想让别人嘲笑我，让他们笑话我失败的教育。”看着爸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我突然觉得很好笑。他真是为我好吗？有没有可能是自己没本事，然后下个蛋就开始把自己的梦想交给这个蛋来实现？爸咆哮一圈后，又红着眼眶说道：“苗苗，你知道爸出身穷苦，和你妈也是阴差阳错走到了一块，可你外公外婆一直都看不起我们，你妈又是骄纵奢侈的性子，什么事根本就说不通道理。爸这一生的指望，可都在你了。”说着，居然伤心地抹起了眼泪。最终，在爸的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下，由我决定回家看看。好巧不巧，韩世锦和柳曼曼都在。妈心疼地搂着我，眼眶红了：“宝贝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4年都不愿意回来一次，你知道妈妈多想你吗？”我平静地看着她，突然觉得很无趣。这个年龄演母慈子孝，好像不太好忽悠了。韩世锦坐在沙发上，冲我挑了挑眉，眼里充满了惊讶。柳曼曼倒是热情自然地搂着我：“姐，好久不见，现在变成大美女了，我好嫉妒啊！”虽然我看到她眼里的不甘，还是笑着拍了拍她后背。等大家都坐好后，爸严肃地咳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小苗今年也大学毕业了，这次回来后就正式去公司上班吧。爸说了，等小苗有了成绩，就把公司30%股份转到他名下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欢迎宋小苗进入公司，to 成为宋氏未来的当家人。”爸话刚说完，我就看到柳曼曼眼里闪过的嫉恨，妈则欣慰地开始鼓掌，只有韩世锦老神在在的没有动。不过那双桃花眼可是透着趣味的光。我轻轻站起来，表情严肃地看了一圈：“爸，这就是你今天让我回来的目的。”说着，我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个录取通知书：“爸，我已经报考了米国的音乐突大学，不出意外，这几天就会去报到，进宋氏上班，应该是不可能了。”爸一把夺过通知书，脸色苍白起来，抖着手指着我：“小苗，音乐有什么出息？你以后是接手你外公公司的，怎么能去学音乐？我不准你去！”说着，歇斯底里的3两下撕了通知书。我轻笑着：“难道他不知道？通知书都是网上打印的，他要想撕，我可以给他打1000份，让他撕开心。”我不想和他争辩，朝角落里柳曼曼的钢琴走去。我小心地打开琴盖，拉出凳子，
脑海里熟悉的旋律响起，我闭上眼睛，手随着旋律在钢琴上欢乐地跳动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耳边响起单一的掌声，韩世锦微笑着站起来，一下一下拍着掌，送大小姐，果然天赋过人。没想到在音乐上也有如此造诣。当初我就说过，只要你愿意学，其实和上一次一样。我果断打断了他的话，谢谢夸奖，不过我不会为任何人去学，只为我自己。看着我坚定的神情，韩世锦眼里闪过亮光，赞同地点了点头。妈也惊喜地看着我，宝贝，你不愧是我的女儿，音乐上也这么厉害。倒是我爸呆愣了片刻后，依然板着脸，弹地再好，也只是消遣，又不能光宗耀祖。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，如果到此刻我还不明白，就枉费了我天才少年的名号。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凤凰男，把所有的抱负加到了一个弱女子身上，为了可怜的虚荣心，到处标榜自己那虚无的穷养理念。可惜这一次我不会像以前被他的父爱蒙蔽了双眼，甘愿把自己折腾得伤痕累累。可我也没想到凤凰男的心如此执着，在连续劝了3天，我坚持要走时，他把自己送进了医院。父亲自己吞了安眠药，满嘴白沫的被送进了医院。插管洗胃后，一脸灰败地躺在病床上，母亲既心疼又恼火，最终冲我来了一句：“你真想逼死你爸呀！”爸撑着身体冲我妈吼了一句：“你别责怪闺女，是我自己没照顾好闺女，是我没本事，以后闺女想干什么就去干，是我对不起她。”说着捂着被子呜呜地哭起来。一时间，我的心里五味杂陈起来。毕竟18年的感恩已经刻在骨子里，清除起来总要有个掏出心挖肺的过程。最终，我只是说了句：“爸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。”爸停顿了一下，哭泣声依然继续回荡在病房里。没过1天，不知道新闻网络怎么知道了爸自杀的事，一时间医院挤满了记者媒体，各种议论迭起。有人发声说是宋氏公司苛待女婿，穷小子忍无可忍才走了极端，也有人说是因为我和父亲因为穷养的事闹翻了，父亲一肚子苦水自杀。网上掀起了富家女、凤凰男的各种言论，当然最火的还是穷养孩子、富养孩子的问题。大部分人都站在制高点，说父母纵然有考虑不对，也是为了孩子好，所以作为子女应该多体谅父母，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。网上居然扒出了我4年没回家的历史，一时间父亲在农村的各种破衣烂衫照片发了出来，白眼狼、嫌贫爱富，各种标签被贴到了我身上。父亲成了一个爱之则为之计深远的慈父，甚至有人跑到学校论坛下面留言，让学校开除我这种不知感恩的冷血动物。可惜学校也已经没权利开除我，我已经被米国音乐学院录取，转天就离开了这个漩涡之地。看着铺天盖地的舆论，我似乎又看到小时候自己穿着脏兮兮的旧衣服，因为交不了班费，站在后面被同学围观的场景。可惜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再也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思想。父亲最终还是站出来发声，自己只是因为喝醉了酒，误吃多了安眠药而已，因为他怕那仅剩的微弱的父女感情被自己消耗殆尽。走时，韩世锦找到了我，他问我为什么不留下来继承宋氏，那样我将是真正的主宰者，再优也没人敢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。他甚至隐晦地表达了对我的欣赏：“小苗，或许你是我唯一的失误，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我现在依然可以纠正失误，并为当初的武断向你道歉。”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肩膀：“好好对曼曼，她也不容易。”那天晚上，流言四起时，柳曼曼来到我的房间：“姐，如果你不愿意，就离开这里，为自己的命运做主。”那天她说了很多，她说她每时每刻都在嫉妒我、恨我，因为我不仅出身高贵，还聪明优秀，期末得了双100分，比赛拿了第1名，帮家里挣了多少钱。
母亲一直拿我对比着，因为她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一个笨蛋。老公在穷乡僻壤都能教出个第一，自己怎么也不能差吧？所以每一次的考试对柳曼曼都是噩梦，轻则罚站罚不给饭吃，重则一顿板子。所有人都知道她有一个养在乡下历练的天才闺女，而我不过是她养来解闷的。他们夸赞着我的乖巧懂事，眼神里却充满了不屑。是啊，我不过是个假千金，等真千金回来，就该回归成丑小鸭。所以我拼命努力，学习上比不过你，我就玩音乐舞蹈，学礼仪，学世家小姐的优雅大方。我知道这些是我唯一能胜过你的，能让母亲不那么嫌弃我的地方。甚至我委曲求全，温柔小意地跟在你未婚夫后面10年，只为让他习惯我的好。只有我，柳曼曼举起手，给我看了她磨成后茧的手指、变形的脚趾，说自己弹一个曲子弹到生理性恶心、呕吐。她说，如果可以自己选择，她并不想被豪门收养，她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小姑娘。那天晚上，我感叹地笑着拍了拍她的手。原来我们都是命运的可怜虫。从那一刻，我不再讨厌她，只希望她不要依附任何人，能走出自己的未来。6年后，我成了国内外著名的钢琴家，同时带回国的还有贵族男朋友凯瑞和天才音乐家的称号，一城掀起了一股钢琴潮。我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，周围人都羡慕父母教育了个好女儿，武能振兴公司，文可扬名立万。他们天天接受着各种采访，时间久了，他们一时竟成了教育的专家。父亲也因此振奋起来，每日精神抖擞。宋氏公司也因此声名大噪，成了有文化内涵的公司。不过他们再没有要求我什么，更没提接手公司的事。又一次钢琴获奖后，有记者问我，你如今的成就与父母的教育有关系吗？我只淡淡说了句，无关。他们给我的教育苍白的可怜，不仅仅是物质的匮乏，也是精神上的贫穷。无数个夜晚，我的人格在极度自负与过分自卑间反复跳跃，对人生的安全感从骨子里仍是那一摞摞厚厚的人民币。直到遇到凯瑞，他总是坚定地告诉我，亲爱的，你还有我，你的一切都是你最美好的一部分。他用包容理解治愈了我不幸的童年，让我不在午夜梦回时一次次质疑自己。可世间人总相信自己看到的，富人圈里迅速掀起了一股穷养风潮，乡村的农家破院亦是洛阳纸贵。在扬起漫天灰尘的乡土小路上，一个头戴毡帽、衣衫褴褛的人，可能怀里正揣着几千万的合同，可他们永远不明白，人吃的是奋斗的苦，不是生活的苦。奋斗的苦可以成就一个人，生活的苦可能是一个人一辈子仓皇的阴影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